剑在手，如何能刺得中面前这抹虚无缥缈的明黄身影？而指尖颤抖，只需动一动心念，便剑气流转，割裂空气，谁能避开呢？皇帝陛下也不能。在这记凌厉而至的剑气之前，他只来得及转了转身子，而他的那一拳却擦着范闲的肩头击在了空处。虽然击空，范闲的左肩却依然是衣衫猛地拳碎，而他身后的雪地上更是被击出了一个大坑，雪花四处飞舞。范闲指尖的剑气也击中了皇帝陛下，准确来说是擦过了皇帝陛下的脖颈，无形的剑气撕裂开了陛下颈上的薄薄一层肌肤，鲜血渗了出来。机不可失，范闲的唇内再次吐出一声凄厉的尖笑，将体内残存不多的真气全数逼至了指尖，隔空遥遥一摁，再刺皇帝陛下的眼窝。皇帝陛下一拳击空，面上的苍白之色更浓，然而看着范闲再次刺来的那一指，陛下的眼眸里没有任何退怯之色，唇角反而泛起了一丝讥讽的笑容。陛下也伸出了一根食指，向着范闲指尖的剑尖上摁了下去。他的身形飘然而前，疏忽间将二人的距离压缩至没有。痴痴气流乱响，电光火石间，皇帝陛下的指尖便触到了范闲不停喷吐剑气的指尖。两只细长的食指并在了一处，一只手指不停颤抖，另一只却是异常稳定。两只手指的指腹间气流大作，光芒渐盛，激得空气中的雪花纷纷退避而去。皇帝陛下唇角笑容一敛，右臂轻轻一挥，食指上夹着一座大东山，向范闲压了下去。咔的一声，范闲食指尽碎，身体如被天神之锤击中，整个人若风筝一般颓然后掠，却不像先前主动卸力那般后掠，而是整个人似乎已经再也无任何支撑之力，猛然地摔倒在了雪地上，再也无法动弹。雪地上生死相搏的君臣父子二人似乎都忘记了先前刺空的那一剑，自范闲手上脱落，呼啸而向着太极殿正门处飞去的那把大卫天子剑。但其实这一对父子二人都没有忘记，因为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世间至强的这对父子绝不会做出任何多余的动作，消耗任何不必要的力量。此剑一飞，必有后文。后文正是太极殿幽静正门上面精美繁复的纹饰。因为当范闲指尖第一次喷出令人震惊的剑气时，太极殿紧闭着的正门就这样诡异地开了。穿着一身布衣的王十三郎就从那黑洞洞的庆国朝堂中心里飞了出来，在半空中接住了范闲脱手的那柄大卫天子剑，右肘微屈，在空中如闪电一般掠至，身形微张，一声暴喝，集结着蓄势已久的杀伐一剑，就这样狠狠地向着皇帝的后颈处刺了过去。王十三郎，壮烈天下无双。这一剑所携的壮烈意味更是发挥到了极致，教主当年悬空庙上一身白衣的影子，从太阳里跳出来的一剑更要炽热三分，光明三分。明明是从皇帝陛下的身后偷袭，却硬生生刺出了光明正大的感觉。剑心纯正的剑炉关门弟子全得四顾剑真传，那夜又于范闲与四顾剑的对话中，对霸道真气有所了悟，此时即一生修为于一剑，何其凌厉！若是范闲面对这一剑，只怕也必将受伤。然而皇帝陛下似乎根本就知道身后那座幽深大殿里会忽然跑出一个九品上的强者来，一指大山压顶，将范闲击倒在地。他的脸上没有丝毫动容，也不转身，直接一袖向后拂出。庆帝此生一拳一指一袖，便足以站在人世间的顶端，无人敢仰望其光芒。然而今日他的一袖却无法气吞山河，风卷云舒般的卷住王十三郎的壮烈一剑，因为他终究是人，不是神。因为正如范闲判断的那样，如今的陛下已经不是全盛期的陛下，
这些年来的孤独、苍老、病伤，无论是从机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已经让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从神坛上走了下来。王十三郎的那声暴喝依然回荡在空旷的皇宫之中，而剑芒乱吐的大卫天子剑已经嗤的一声刺穿了静立鼓荡的庆帝龙袖，擦着皇帝的胸膛刺了过去。皇帝抚袖之时毅然微微转身，十三郎的这一剑虽然凶猛，却依然只是擦身而过，只是刺伤了庆帝些许血肉。而皇帝袖中的那只手却已经像金龙于云中探出一般，妙到毫巅地捉住了王十三郎的手腕。王十三郎手腕一抖，手中的大卫天子剑如灵蛇抬头，于不可能的角度直刺庆帝的下颌。庆帝闷哼一声，肩膀向后精妙一送，撞到王十三郎的胸口。咔啦数声，王十三郎鲜血狂奔，肋骨不知道断了几根。他感觉到一股雄浑至极的力量要将自己震开，一声闷哼，双眸里猩红之色大作，竟是不顾生死的反手一探，死死地捉住了皇帝陛下的右手，不肯放手。一抹花影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从王十三郎的身后闪了出来，就像他先前一直不在一般，就这样清新自然地闪了出来，如一个归来的旅人渴望热水，如一株风雪中的花树需要温暖，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捉住了皇帝陛下的另一只手，左手。海棠朵朵来了，这位北齐圣女，如今天一道的领袖，就像是一个安静到了极点的弱智女子，依附在庆帝的身旁，庆帝的袖边，如一朵云，如一瓣花，甩不脱，震不落，一味的亲近，一味的自然，令人生厌，令人心悸。不知为何，海棠的出手并没有选择攻击庆帝的要害，而只是试尽全身修为缠住了庆帝的左手。庆帝的双眸异常冰冷平静，本就清瘦的面颊在这一刻却似乎更瘦了一些，双眼深深地陷了下去，面色一片苍白。他知道握着自己两只手的年轻人是那两个死了的老家伙专门留下来对付自己的，可是他依然没有动容，只有一声如同钟声般的吟嗡之声从他那并不如何强壮的胸膛内响了起来。雄浑的真气瞬间侵入了两名青年的九品上强者的体内，一呼吸间，王十三郎的右臂便开始焦灼枯萎，开始发荡，数道鲜血从他的五官中流了出来。而海棠朵朵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一口鲜血从他的唇中吐了出来，身体也开始剧烈的颤抖，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皇帝陛下震落血哀之中。此时太极殿的雪地上开始染上了血红，而不远处的范闲就那样颓然地躺在雪地中，似乎谁也无法再帮助海棠与王十三郎。这两名曾经被大宗师们公认最有可能踏入宗师境界的年轻人，难道就要这样死在世间仅存的大宗师的手中吗？